头缓缓后退，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拖回到过去。城市的霓虹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被旧时光包裹的街道。那一年，天空微微泛着灰蓝色的光，在人群之中，星号婉之、谭松韵星号站在路口。那时的他还没有谭总的称号，没有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温柔的女孩心里正酝酿着一场席卷未来的风暴。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的眼神却异常坚定。镜头定格，就在这一刻，她的人生开始切换模式。 BOSS 模式启动。从这一刻开始，婉之不再只是人群中的一个普通身影，而是即将踏上跨越山海、挑战命运的旅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看似安静的女孩会选择走上一条最艰难的路。创业的第1年，婉之几乎每天只睡3-4个小时。会议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桌上堆满了文件、策划案、投资报告，还有一杯永远喝不完的冷咖啡。有人质疑他，你真的能撑下去吗？他只是淡淡一笑，为什么不能？那一刻，他的眼神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锋利的自信。他知道，真正的 boss 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无数个无人看见的夜晚里一点点磨出来的。白天，他是温和优雅的婉之；夜晚，他是冷静果断的谭总。在商场上，他的判断精准得令人惊讶。一次关键的合作谈判，对方准备压价到底，整个会议室气氛凝固，所有人都以为婉之会退让，可他却缓缓合上文件，语气平静。如果这是你们的最终条件，那我们就到此为止。空气突然安静，对方愣住了。3分钟后，他们主动重新谈判。那一刻，所有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个女孩不只是温柔，她还有锋芒。成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公司成立第3年，一场资金危机突然降临，合作方撤资，项目停滞，舆论开始唱衰，媒体甚至写下标题：婉之的商业神话或许只是昙花一现。那一夜，他独自站在公司天台，城市灯火像海洋一样延伸到远方。有人问他害怕吗？他轻轻回答：山再高，也只是路的一部分。第2天，他重新走进会议室，语气依旧冷静。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半年是最艰难的时期，团队几乎每天都在极限运转，融资、谈判、重组、市场调整，每一步都像是在暴风雨中的航行。但奇怪的是，越是在混乱之中，婉之越显得从容。她仿佛早就习惯了这种压力。一次深夜会议结束后，团队成员忍不住问：谭总，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冷静？他笑了笑：因为我早就决定，风浪再大，我也不会下船。1年之后，奇迹出现了，新项目成功上线，市场反响远超预期，资本开始重新关注，媒体的标题也悄然改变：年轻女总裁的逆袭，谭松韵式领导力。但婉之却没有太多表情，她只是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城市夜景。那些曾经的黑暗、质疑、孤独，像远去的潮水一样退去。她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巅峰还在更远的地方。5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对于婉之来说，这5年像是跨越了几座山、几片海。国际商业峰会的会场灯光缓缓亮起，巨大的屏幕上浮现出他的名字。那一刻，整个会场突然安静了几秒。很多人其实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个在资本市场里被反复提起的年轻女性，一个曾经在危机中逆转局面的商业领袖。主持人声音高昂地宣布她登场，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婉之从后台走出，她的步伐不急不慢，黑色西装剪裁利落，灯光落在她肩上，像是给她披上了一层冷静的光芒。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她都会感到意外，她看起来并不像传统印象里的强势总裁，她的神情温和，甚至带着一点亲切的笑意。但只要她站在那里，气场就会慢慢扩散。她开口讲话时，声音并不高，却异常清晰。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在危机里坚持下来，
台下的听众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整个会场。其实我从来没有把那些困难看成终点，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下一段路的入口。这一句话像一颗石子落入湖面，很多创业者在台下点头，因为他们太清楚那种感觉。当所有人都在怀疑你时，唯一能支撑你继续走下去的，只有自己。婉之继续说道，真正的领导者不是永远站在光里的人，而是当灯熄灭的时候，依然能找到方向的人。这一刻，掌声再次爆发，那不只是对他身份的认可，更是一种情绪的共鸣。很多人突然意识到，所谓谭总霸场，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经历风暴后依然从容的力量。那是一种让人信服的气场，一种经历过黑暗，却依然选择向前的坚定。灯光落在他身上，舞台中央，他站得笔直，就像当年那个站在路口的女孩，只不过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舞台。峰会结束后，夜已经很深，城市的灯光像一片安静的星海。婉之回到办公室，整层楼只剩下他一个人。电梯门关上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安静的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呼吸。他走到落地窗前，远处的高楼一栋一栋亮着灯，像是无数个正在奋斗的人生。很多人以为站到今天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一种终于抵达终点的感觉，但婉之心里很清楚，真正的路其实才刚刚开始。成功从来不是一座山顶，它更像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翻过一座山，你会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一座。曾经的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可以走到这里，而现在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公司未来要去哪里？团队要成为怎样的存在？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比任何一场商业谈判都更加复杂。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晚，站在公司天台上，面对几乎崩溃的局面。如果当时他选择停下来，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存在。想到这里，他轻轻笑了一下。成长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回头看时，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风暴，反而成了最重要的力量。窗外的城市依旧繁忙，新的公司正在诞生，新的创业者正在拼命奔跑。世界从不会停下来等待任何人。婉之慢慢关掉办公室的灯，在黑暗里，他的眼神依然清醒，因为他知道，真正的 boss 并不是已经征服山海的人，而是即使知道前方还有无数未知，依然愿意继续出发的人。电梯门再次打开，他走进去，城市的夜色在玻璃门外缓缓移动，新的故事正在路上。